大家好，欢迎来到以色列实时中文报道。7月30日新闻头条：全面征服加沙需5年，国际施压助哈马斯，17国呼吁哈马斯解除武装。国防部官方消息，以军逮捕策划袭击者。过去1个月中，以色列国防军战士与辛贝特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地区执行数十次军事与便衣行动，旨在打击恐怖主义并保护以色列居民安全。行动中击毙2名武装恐怖分子，逮捕36名通缉者，其中12人为策划袭击犹太和撒玛利亚地区的恐怖分子。仅在上周，杜夫德文部队在辛贝特指引下，在拉马拉逮捕2名策划袭击的恐怖分子及1名在比图尼亚正准备立即发动袭击的恐怖分子。此外，部队还查获并缴获大量武器，包括简易爆炸装置和枪支。安全部队将持续在各地开展行动，打击恐怖主义，保障以色列平民安全。以军发现哈马斯大型隧道。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多段画面，包含戈兰尼侦察营头盔摄像记录、隧道内部影像及在加沙多地拆除哈马斯恐怖设施的过程。在加沙汉尤尼斯行动中，戈兰尼与亚哈洛姆部队发现一条长约1公里、深15米的哈马斯地下恐怖隧道，隧道内藏有爆炸装置、AK-47 步枪和火箭推进榴弹，由工兵部分拆除。同时，以军消灭数十名哈马斯武装分子，摧毁军事基地、武器库、观察哨和火箭阵地。行动属南方司令部瓦解哈马斯军力的一部分。英警告将承认8国。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宣布，若以色列未在9月前采取实质性措施结束加沙战争，英国将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以批国际施压助哈马斯。以色列外交部长吉迪恩·萨尔表示，在关键谈判时刻，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施加的压力反而促使哈马斯采取更强硬立场，直接削弱了达成停火与人质协议的可能性。同时，以色列强烈谴责英国承认巴勒斯坦国，称这一决定时机不当，是对哈马斯的奖励，破坏了促成加沙停火及释放人质的努力。一位高级官员警告称，以色列正进入最关键的48小时。哈马斯是唯一障碍。内塔尼亚胡在最新一轮人质释放磋商后表示，所有人都知道人质释放唯一的重大障碍是哈马斯。他坚持拒绝协议。川普说过，维特科夫说过，我们说过，所有了解事实的人，包括调解者，都清楚这一点。与此同时，据国土报报道，哈马斯领导层因担忧其政治局高级成员在海外遭遇暗杀，在近几小时内提高了警戒等级。西方加大承认8国呼声。哈马斯因以色列允许援助进入加沙而感到欣喜，认为自身处于积极态势，且未做出任何让步。与此同时，法国外交部表示，15个西方国家呼吁其他国家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一名哈马斯官员在回应英法决定时表示，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自决的支持，显示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胜利与解放比我们预期的更近。拉皮德批西方忽视建国关键问题。以色列反对派领袖亚伊尔·拉皮德回应称，问题不在于法国是否承认巴勒斯坦国，这并不会让它真正出现。问题是在于他们没有提出根本性的问题：边界在哪里？首都是谁？领导人是谁？是什么样的政体？是否是民主制度？是否支持回归权？他们是否有能力阻止哈马斯在建国后立即接管政权？
我最近问了很多正义的欧洲朋友这些问题，他们都答不上来。他们并没有认真思考这些关键问题。大家都希望出现一个开明、繁荣、民主的巴勒斯坦国，但我们都知道那几乎不可能实现。如果欧洲真的希望未来能建立巴勒斯坦国，他们就应该采取相反的做法，要求巴勒斯坦人做出改变，证明他们理解民主，能够打击恐怖主义，并致力于清除腐败。阿国呼吁哈马斯解除武装。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埃及及其他17个国家在联合国会议上联合签署声明，呼吁哈马斯解除武装并结束对加沙的统治，以终结战争。法国外交部长让·诺埃尔巴罗表示，这是中东国家首次谴责哈马斯，谴责10月7日事件，呼吁解除哈马斯武装，排除其参与与巴勒斯坦治理，并明确表示未来愿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加沙战术分歧。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与总参谋长埃亚尔扎米尔在战略会议上发生激烈争执。扎米尔表示，要完全征服并控制加沙可能需要2到5年的时间，因此应继续执行突袭型作战策略。而斯莫特里奇则主张更快的全面收复。尽管政府已批准将加沙地带重新纳入以色列控制，但若要撤销该决定，必须通过80名议员的3读程序或进行全民公投，这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实现。加沙援助物资遭弃用。社交媒体显示，加沙北部出现50公斤面粉被倾倒的场景，因袋体用途更大，价值高于粮食本身，居民只取袋子却不要面粉。川普批英挺巴施压俄停火。川普总统在空军1号上批评英国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声明，表示这一做法等于在奖励哈马斯。他不支持，并强调承认巴勒斯坦是帮哈马斯，我们不属于那个阵营。此外，川普就俄乌战争表示，我给俄罗斯10天达成停火协议，否则我们将对其实施重税。我尚未收到普京回应，这令人遗憾。叙政府封锁人道物资。叙利亚政权部队阻止联合国援助车队进入苏维达，对该地区实行全面封锁。以色列无人机被报告在叙南空域频繁巡逻。胡塞导弹遭拦截。胡塞武装向以色列机场发射弹道导弹，以军成功将其拦截。警报从耶路撒冷响至特拉维夫。自3月18日以军恢复对哈马斯的攻势以来，胡塞已向以色列发射66枚弹道导弹和至少17架无人机，部分导弹未命中目标。胡塞旗帜上写着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诅咒犹太人，伊斯兰胜利。真主党核心能力仍存。黎巴嫩消息人士称，虽然真主党遭受打击，但其仍保有完整作战能力。重型导弹并不归真主党所有，而是属于伊朗，最终由伊朗决定是否使用。美向黎施压削弱真主党。美国特使汤姆·巴拉克会见黎巴嫩议长纳比·贝里总统及其他高级官员，转达以色列通过美方发出的明确信息，若黎巴嫩不解除真主党的精准导弹威胁，以色列将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巴拉克向黎巴嫩总统明确提出最后期限，要求在9月底前解决真主党问题。自去年11月停火以来，以色列已消灭数百名真主党成员，重创其军事基础设施。真主党不愿轻易让步，以色列也不会任凭局势发展。黎巴嫩正处于十字路口，要么被真主党拖入毁灭深渊，要么面对以色列在未来2个月内发动类似对伊朗的持续空袭。法外长施压以色列。法国外交部长表示，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南部5个阵营撤出。
煽动拒服兵役案被撤案。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秘书长耶胡达·瓦尔德2年前提起诉讼，控告民主党领导人亚伊尔·戈兰涉嫌煽动拒服兵役，检方现宣布不予立案。评论批评以政府。有评论指出，以色列政府并未提出任何实际协议，只是不断重复需要协议的说法，实质目的是拖延战争，维持内塔尼亚胡政权。哈马斯提出的条件无法换回所有人质，而反对派、媒体、欧盟、联合国及美国也都没有提出任何哈马斯可能接受的替代方案。最终的结论是，目前根本不存在任何协议，也没有可行的解决方案。以议员收到威胁信。以色列议员兹维苏科特在其伊查尔住所收到一封带有可疑物质的威胁信，信中写道：你的一位孩子或孙子将会受到伤害，落款为以色列复仇者组织。强震引发太平洋海啸。俄罗斯勘察加半岛附近发生 8.8 级海底强震，引发大规模太平洋海啸，波及夏威夷、俄罗斯和日本，浪高达2至9英尺，多地出现鲸鱼被冲上海岸的现象。美国与加拿大西海岸发布海啸预警，智利也观测到海浪异动，中途岛测得7英尺浪高，夏威夷达6英尺。国家安全研究所地质学者阿列尔·海曼指出，这是史上最强地震之一，震源位于海床，引发海啸是自然结果。总结，多国拟承认8国并促使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军加沙发现大型隧道并持续打击恐怖分子。真主党仍具战力，美向黎发出通牒，胡塞导弹再被拦截，俄远东强震引发海啸。感谢您的收看，请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将实时连接世界与以色列。再见。